我的甲鱼卖出天价，村里有人竟眼红关掉水闸，让我交出秘方，租金涨10倍。面对这样的困局，我二话不说清仓甩卖，弃塘走人。闹事者狂喜接盘，以为抢到了摇钱树。可直到秋天，面对满塘臭臭的死甲鱼和堵门的高利贷，这群人终于体会到了倾家荡产的绝望。我叫张浩，3年前我辞掉城里的工作，回到老家水泉村，承包了这30口废弃的野池塘。我养甲鱼。那破泥塘连草鱼都养不活，还养甲鱼？城里混不下去的混小子，瞎折腾！他们一边嘲笑我，一边毫不客气地把烂泥坑以高价租给了我。我不在乎这些声音，我握着改良过的中草药方，养出来的甲鱼个头巨大，完全没有泥腥味。3年时间，我的甲鱼一路杀进省城米其林餐厅，市价300一斤，供不应求。村民们对我一口一个张老板，我以为这是一件双赢的好事，但我低估了人性。在巨大的利益面前，某些人的贪婪让人心寒。今天是8月15日，3伏天里最热的一天，气温逼近40度，这正是甲鱼最容易缺氧翻塘的危险期。小浩，不好了！进水口不出水了，塘里的水位降了1大成，甲鱼都开始浮头了。全靠水库供水，这2天蓄水量绝对充足，怎么可能突然断水？大顺叔，天气这么热，怎么把水闸关了？甲鱼快缺氧了，赶紧开闸放水吧。嘿呦，小浩啊，不是叔不给你放水，是这水库啊年久失修，村里开会决定要进行封闭保养检修，这几天谁也不能用。在这个节骨眼上保养，太荒谬了。只有被利益冲昏头脑的贪婪。我明白了，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逼宫。钱大顺，大顺叔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直说吧。爽快，那叔就直说了。第一，你这30亩塘，现在你发大财了，租金得按行情走，以后1亩地1年8000。第二嘛，村里决定入股你的养殖场，你把那中草药配方交出来，以后全村一起养，利润嘛，村委占7成，你占3成。就是啊，张浩，做人不能忘本。你一个混小子赚那么多钱干啥？不如把配方留在村里，不答应你的甲鱼全得晒成臭虫。张浩，叔给你10分钟考虑，你要是不点头，这太阳再晒一会儿，你塘里的甲鱼可就全要翻瓣嗝屁了。我看着这群人，忽然觉得有些悲哀，没有愤怒，没有歇斯底里，我只觉得一阵前所未有的清醒。天价，村里有人竟眼红关掉水闸。行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就说小浩是个明白人，快去村委拿合同和纸笔，让他把配方写下来。我是说，行，我不干了。这30口塘，我退租，水你们自己留着慢慢用吧。张浩，你少在这吓唬人！你这几万斤甲鱼都在塘里，你退租？我看你是疯了！退个屁！他那是虚张声势，几万斤甲鱼离了水活不过半天，大家就在这儿守着，太阳再晒1小时，他准得哭着爬过来求我。
外面的成甲鱼算什么？真正的核心资产是我培育出的100只顶级母甲鱼和改良母曲。有了这些，在沙漠里我照样能养。韩老板，我塘里现在有3万斤即将上市的极品成年甲鱼，平时市价300，今天我110斤给你，但我有2个条件，必须全部包圆。立刻调集所有活养运输车和50个捕捞工，2个小时内带钱赶到。张老板痛快，哥哥砸锅卖铁，1个半小时内车队绝对停在你的鱼塘边上。看看看看，甲鱼都在翻盖了，我看张浩那小子还能硬气到什么时候啊？张老板，哥哥没迟到吧？刚刚好，塘里的甲鱼都在浅水区，清塘吧。一只不留。住手！谁让你们捞的？这是俺们村的塘，我看谁敢拉走一条。钱大顺看清楚了，白纸黑字，鱼塘我租了10年，塘里的甲鱼是我花钱养大的，属于我张浩的私人财产。谁敢动我一车货，就是抢劫敲诈，足够你们蹲很多年了。行车记录仪拍得清清楚楚，他们敢动一下，我马上报案，一抓一个准。都嚎什么？就让他卖，水草还在塘里，泥土早被他的药水泡透了。明天咱们自己买甲鱼苗倒进去，照样能养出大甲鱼，赚大钱。他们根本不知道，没有我调配的霍菌和母曲发酵，这30口塘不到1个月就会彻底恶化，变成死水。钱大顺，如你们所愿，这泥坑还给你们了，祝你们好运。放弃我的旧池塘，那我就去打造一个他们无法想象的现代化养殖王国。饶是我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也被狠狠震撼了一跳。这里没有烂泥，没有暴晒，这才是真正的科技降维打击。张总，这地方光基建就砸了5000万，您接手这里用来养甲鱼，这高昂的电费和维护费成本能收得回来吗？老关，别人收不回成本，是因为他们没有不可替代的软件。在这个恒温堡垒里，甲鱼不再受季节限制，全年无休。等到了冬天，外面冰天雪地，市场上断供的时候，我这里的活甲鱼就是独家供应，300一斤。到那时，定价全在我手里。看着游动的种家鱼，我的心彻底落定了。这就是产业升级，用资本和科技筑起一道他人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。这口最大的塘我要了，谁也别给我抢！趁着位置一臭闲抢别跟我的！凭什么归你？这塘离我家近，该归我打理！都给我闭嘴！吵什么吵？我是村长，水质最好、面积最大的那10口塘归我管理，剩下的20口一家分半口，谁也别抢。半口也行，张浩那小子半年赚几百万，按这半口塘，年底怎么着也能赚几十万，到时候给俺儿子在城里全款买房。张浩去正规基地买苗50块一斤，太贵了，咱们要赚钱得控制成本。
隔壁县有个陈光头，他那儿便宜甲鱼苗只要15块一斤，个头还大。大顺说，那么便宜，不会有问题吧？正规苗都是做过检疫的。能有啥病？咱们塘底泥里渗满了他那中药配方，那是神仙水，就买陈光头的，省下的贱，多投几万只。在暴力的诱惑下，全村人砸锅卖铁，甚至借高利贷凑了100万杀进黑市场。各位老乡放心，我这苗生命力极其顽强，下水就长，保证你们今年过个大肥年。没消毒，没测 pH 值，没试水，他们粗暴地把病苗倒进了发酵的老塘里。这声音在他们听来就像是金币落入口袋。张浩啊张浩，你个黄毛小子还想跟我斗？你打下的江山还不是乖乖落到我手里了？大家伙准备好麻袋，2个月后装钞票吧！没有了我的胡菌调控，池底3年的排泄物在高温下剧烈发酵，而那些携带白斑病毒的病苗在这温床里开始了疯狂裂变，一场绝产危机悄然酝酿。看着第一批甲鱼苗 99.8% 的成活率，我知道秋天快要到了，这是收获的季节，也是我弯道超车的季节。10月下旬，气温骤降，传统水产断崖式下架，但对于我的恒温堡垒来说，真正的黄金期才刚刚开始。我的老天爷，张总，这可是10月底呀，外面菜市场连个蛋都找不到，你这里竟然能搞出这么极品的货色。韩总，底板金黄，外壳干净的像洗过一样，这肉质紧实度绝对是极品中的极品，比夏天还要好。张总，这批货还有多少？我全包了，价格你开。这一批大概10万斤，行情你也懂，现在的统货价400块一斤，少1分不卖，而且这只是冬天的起步价。400就400，我今天就把4000万预付款打到你账上，但你得签独家合同，整个省城只能供我一家。合作愉快。看着到账的4000万，我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。科技与认知带来的产业升级，效益就是如此显著。再喂半个月，这甲鱼就能捞起来卖大钱了。到时候去城里买套大3尺，让亲戚们都看看排场。这是啥？全死了！俺的钱啊，钱大师尊，你快出来看俺的甲鱼，俺借了10万块钱买的苗啊，怎么一夜之间全飘上来了？别慌，都别慌，肯定是变天，冻着了，还没死透。快去镇上买消毒水，全给我倒进去，把毒消了。他像个输红眼的赌徒，把刺鼻的化学消毒粗暴地倒进死水里，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剧烈的化学反应瞬间抽干了水中最后一丝氧气，绝收，彻彻底底的绝收，连一只活口都没有留下。钱大顺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！你说买便宜甲鱼苗能发财，你还俺的钱，你赔俺全家的钱！怪我？嫌正规苗贵的时候，你们谁没同意？要怪就怪张浩，肯定是他走的时候偷偷动了手脚，是他害了我们，肯定是他。
钱大顺、孙翠花，你们都别吵了。买苗的钱今天连本带利一共125万。听说你们今天出甲鱼，正好把账清了吧。八哥、八爷，甲鱼全死了，得瘟病死了，求求您宽限几天，给条活路吧。家里值钱的东西全给我抵债，兄弟们，去村里一家挨一家搜，搬空为止。当初他们逼走我时有多嚣张，现在面临清算时就有多绝望。这就是贪婪要付出的代价。啊，韩总出事了！您快看热搜，张总，网上有人恶意抹黑我们。这都是用激素和补供药强行催熟的怪胎，男人绝育，女人致癌，抵制毒甲鱼。张总，视频虽然没点名，但我们惹不起这身麻烦。合同的事恐怕要等查清楚了再说。什么呀？可恶！到底是谁在背后下毒手？这烂泥藤画面一看就是随便找个破地方拍的。是水泉村钱大顺。不用猜了，有人自己掉进了坑里，就想把我也拉下水。200万，这老东西真敢张嘴。张总，这事交给我，我带律师去处理，保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韩老板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动粗解决不了问题，只会落下把柄。200万的敲诈勒索，加上网络寻衅滋事，数罪并罚，这些证据足够让法律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了。报案抓他是必须的，但网上的舆论怎么办？现在的老百姓就吃这一套阴谋论。如果不能用最硬的证据反击，咱们这几千万的基地就真的要被流言蜚语给生生拖垮了。他们不是说我们资在臭水沟里打激素吗？韩老板，去联系你在省电视台和各大短视频平台的媒体资源，再帮我向省农业地业厅、食品药监局递交官方检测邀请函。明天早上8点，我不仅要开放我那5000万的恒温无菌基地，我还要开启全网24小时透明高清直播溯源。我要让全国1000万网友在官方机构见证下亲眼看看，什么叫做真正的现代化高科技养殖。我要用事实和法律把这张泼过来的脏牌彻底撕得粉碎。张总，外面媒体都架好长枪短炮了，直播在线人数已经突破500万了。咱们现在开播吗？开，把所有机位打开，大门升起来。各位网友、媒体朋友，大家早上好。关于昨晚的不实视频，我只说一句：谣言止于智者，更止于真相。今天我不仅邀请了权威检测团队，我还将开启全景直播，欢迎全网所有人拿着放大镜来给我挑刺。当镜头踏入这座造价5000万的堡垒时，几百万人的直播间出现了诡异的停滞，随后爆发出火山喷发般的惊叹。这里没有烂泥。大家好，我是省药监局检测中心主任。今天我们将对这里的水质、饲料及活体甲鱼进行突击甲鱼和现抽样快检。经过30项快检，水质达到1类标准，饲料未检出任何重金属，
至于网上流传的避用药及激素成分，检测结果为绝对的0。感谢官方的澄清。为了证明我们甲鱼的品质，今天直播间现场烹饪试吃。因为产量有限，目前只供顶级餐厅，但今天临时放出家庭装，699一份。3、2、1，上链接。没了，张总，5000份，1秒钟200万的销售额被秒光了，系统差点卡崩溃。在这个高端赛道，我已经不再是看人眼色的养殖户，而是掌握了核心科技与话语权的规则制定者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搞出那么大的阵仗？连省里的领导都去给他站台。钱大顺是吧？我们是市局刑侦大队的，你涉嫌敲诈勒索他人200万巨款，并在网络捏造事实，损害商业信誉。支援队同志，误会啊！我没拿到钱，1分都没拿到，是张浩那死小子设局害我，求你们放了我！拿没拿到钱，那是犯罪竞选和喂徐的区别。涉案200万，属于数额特别巨大。带走。张总，国内最大的海鲜连锁集团香云阁的董事长已经亲自飞来市里，想和您谈深度合作。张总，英雄出少年，这份是全资收购协议，8000万现金，外加香云阁集团2%的干股。王董，您这协议上写的优化方案，似乎和我现在的养殖模式不太一样啊。商业的核心是利润最大化，换成工业化合成饲料，密度提高1倍，产量翻番，成本能降下40%。张总，拿着这8000万去过环游世界的阔少生活不好吗？抱歉，王董，这份协议我不能签。张总，太固执容易错失良机，觉得价格低了，你可以开个价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王董，这是底线的问题。那样养出来的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工业化产品，它配不上极品这2个字。我张浩的招牌绝对不卖。好一个不卖招牌！你不仅是个养殖专家，更是个有灵魂的企业家，让人敬佩。既然收购谈不拢，那就谈合作。我需要你的甲鱼做超级主打，供货价按你的500，签独家战略联盟协议，怎么样？王董，这才是双赢的谈话方式，合作愉快。
没有被资本吞噬，而是介入打力，让张氏品牌彻底绑定国内顶级巨头，这才是我要的商业版图。张总，外面出状况了，30-40个水泉村来的老乡跪在咱们大铁门快磕头，求见您一面。他们还有脸来？跑这儿道德绑架了！张总，你别出面，我去处理。逃避不是办法，走吧，老韩，既然来了，就彻底了结这段因果。小浩啊，大娘对不住你，俺们被钱大顺骗了，求求你给安排个扫厕所的活儿，只要管顿饭，不然俺们只能饿死在街上了。呸！现在想起来是乡亲了，当初断水的时候怎么不想想？现在破产了想起来求人了？哭够了，磕够了，如果表演完了，那就轮到我说了。别提乡里乡亲，把水闸锁死逼我交秘方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提？当时跟着起哄分地盘的有你们吧？可你现在这么有钱，手指头缝里露一点儿就能救俺们几十条人命，你心怎么这么硬啊？我的钱是我顶着高温熬出来的，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你们贪便宜种下的苦果，凭什么让我买单？凭你们惨，凭你们跪在这儿。张浩，今天要是见死不救，俺们就一直在你大门口看你生意怎么做。俺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对，不救我们就不走。想赖在大门口，可以。你们是不是以为躲到了这儿，高利贷就找不到你们了？如果我现在按下拨通线，告诉刀疤你们的位置，你们说刀疤会不会连夜赶过来找你们？现在我给你们10秒钟，要么滚回老家还债，要么我把高利贷叫来。10、9、8。跑，快跑！别让他打电话！开车！高，实在是高！张总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这群人这辈子是不敢再踏进沿海市半步了。我是在让他们面对现实，现在这段过往彻底翻篇了。短短3年，我彻底颠覆了国内高端水产的格局。从当年在泥塘边被刁难的穷小子，到如今身价破100亿的水产科技大王，我只用了3年。迪拜的代表说，他们王子赞不绝口，300美金1磅，眼睛都没眨。谁能想到，这震撼全球富豪味蕾的极品，最初诞生在一个内陆小山村里。英雄不问出处，只要方向对，泥坑里也能走出大道。张总，省台播了纪录片，打掉了套路贷孬巴的团伙。新闻里提到了那个村子。据查，刀疤这伙人曾在3年前对水泉村放贷，村民因盲目投资而倾家荡产，为躲避催收，村民被迫离乡，人生轨迹彻底改变。如果当初没把我的甲鱼逼得旱死，没去借高利贷搞投机，他们现在至少能在村里安享晚年。这就是贪婪选择的代价。我错了！如果当初我没去逼张浩交配方，我们现在光收租就能过好日子，这都是我的报应啊！自作孽不可活，放着下金蛋的鸡不要，非杀猪取卵，命都搭进去了。
张董，看到这些曾经试图把你踩进泥潭的人落得这种下场，心里什么感受？当一个人取得了巨大成功，他不会去纠结当年绊倒自己的石头被谁搬走了，他的结局是自己造成的，而我只会看向更远的前方。属于我们张氏的商业帝国，今天才刚刚打下一个地基。为了未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我的世界再也没有那些污糟的泥泞，只有无边无际，任我翱翔的光芒万丈。